啊，但是呢，来看到这个真的是也是在前几天大家非常期待，昨天终于揭晓的华为发布会。好，昨天呢最大亮点，很多人说哇，看到了刘德华。好，在这个发布会上听说这个线上观看人次冲到了9753万人次，而且呢，真的有刘德华效应哦，因为他们找刘德华来帮他们品牌代言。除了说刘德华先前多次的在这个场合里头被人家发现他自己在用的手机真的是华为之外，昨天呢，这应该算是强强联手吧？啊，原因是因为你看什么刘德华非凡大师啦，哇，9277.8万次的阅读，2亿次的阅读，那个数字真的是有点惊到人，你知道吗？所以呢，大家现在都在讲了，华为这场发布会以行销的观点来看，确实是成功的。但是大家要问的是，到底你是重点在哪里？比如说，大家原本以为 Mate 60 RS 这应该是算是我们先前比较没有看到的，应该是重点吧？可是呢，它却好像刻意的没有提它。大家觉得那这样是不是等于它的存在感会更强呢？而另一件事情是什么？是这一只手机呀，其实是昨天发布会出来之后6:08才开始正式开启预约。但你来看看这个画面，哇，现场呢说在外面已经排的人山人海，那个人龙之强啊，是很多人说他是前一晚就已经来到现场来排了。这个呢是在大陆的一个卖场里头的一个画面，让大家呢是有点惊讶，说哇，原来除了先前那个 Mate 60之后 ，Mate 60 Pro 之后，这个 Mate 60 RS 也是造成这样一番的风景。可是有人说好，当然呢就会有人在讲说，你是不是有一些没讲？比如说大家就要问了，麒麟9000为什么这次都没有讲啊？或者是有一些细节，到底你们晶片用的是什么？然后呢，这个产量如何？这些为什么都不提？好，对他提出质疑。也有人是这样子来讲的，说是因为2个小时你要介绍完所有的产品，那手机这个已经见报很久了，所以他自然有可能会忽略两方意见都有。对于华为，现在确实呢，大家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呢，他们推出的产品也是真的啦，却让大家呢，会有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比如说他们的手机、他们的手表。是真的走高端路线你知道吗？这一只手表超越我的想象，因为它用的是18K 的黄金材质，售价多少？带您来看，21,999人民币。这个换算台币，天哪，这个有点数字我会按不出来。这样子的一个数额，10万多块这样一个数额，大家都在讲呢。你卖的是智能表吗？还是你卖的是名表啊？还是你现在讲的是顶端、顶奢、高端这样子的一个领域？已经不只是讲技术而已，因为它的技术呢是可以来支援双向的北斗卫星的。而另一个呢，则是他们的鸿蒙系统。除鸿蒙系统呢，他们现在在上面讲了，说现在的使用率呢已经达到非常高的一个境界了。那16%呢会是他们的一个市占的生死线，再加上华为手机现在市占呢应该会往上提，所以鸿蒙应该是已经可以站稳了。目前在大陆内部他们的一个使用系统，那之后呢有机会往外走，再加上智能车的部分，同样也是超越了我们的想象啊。原因是因为呢，他现在说除了泛化要超越 Model S 之外，他定的调是在哪里？他定的调是1000万元人民币以内最好的 SUV。我没有记错的话，现在如果是大概是汇率4的话，那就是4000万以内的 SUV。那对于我的买车经验已经超越非常非常多了，所以呢，大家就在讲，现在华为走的路线不太一样了。至于孟晚舟呢，现在则是被大家看到了，在他的演讲之后，再一次见到他出现在纽约时代广场。带您看看这个画面，这个呢是孟晚舟的照片，大家都认得。旁边的这一排字呢，你会看到除了有象征他浴火重生的这个蝴蝶之外呢，还有什么？还有他们在荧幕当中投射的一些英文字母，包括说呢轻舟已过万重山，遥遥领先等等鼓励的字眼。那当然9月25这一天他们会挑这一天做发布会，原因也是因为这个呢是他回到了他的家乡之后大概3周年的时间，他们告诉大家活下来挺过来了。大陆外交部呢则是讲了，说现在其实在美国持续监控华为的过程当中，在他们看来就是一种打压陆企的发展，所以呢他们希望能够赶紧的来制止这一切。任正非讲话底气更有了，还是怎么讲的？他说我们现在还会用一些美国的零组件，不是因为我们没办法做，而是因为呢我们想要照顾一下这一些美国老伙伴的生意。哇，这句话听起来
就很酸了。但回过头请教政院委员怎么样来看？好，这次华为的秋季新品发布会，不管在线上线下，其实都让大家看到了它的人气。当然啦，对它正反意见都有的，大有人在。华为似乎已经变成中国的 LV 或者香奈儿了。为什么？因为这是品牌，而不是产品。它的产品已经跨界了。我现在已经搞不清楚，华为是通信设备公司、手机公司，还是钟表公司，还是汽车公司？就像是一个 LV 一样哈，它也卖箱子，也卖化妆品，是吧？跟香奈儿一样哈，女生只要听到香奈儿，脸色都笑起来了。它什么都有，衣服也有，装饰品，这个戒指也好，这个实在是能够把商品线扩展那么高的，我在企业史上好像看到第一家。没有人能够跨越那么多的行业，而且把它变成时尚的产品。刘德华本身不是科技感的人，他是时尚感的人，所以他找刘德华代言，也就是很清楚了，华为要变成一个超级科技时尚公司。它的重点就像我们以前很压抑，小米怎么会去卖那个扫地机器啊，卖打果汁机？原来它也是在走时尚风格。那小米啊，走的好像算是成功但是还没有到很耀眼的地步。但华为一出场就是又成功又耀眼，特别它的钟表，如果能够某种程度跟那个100年老店的劳力士竞争的话，这已经是中国人难以想象的一个地步啊！咱们中国各行各业最输给欧洲的就是什么？时尚设计感那如果能够跟这个劳力士竞争的话，那简直是中国人的历史100年耻辱一扫而光啊！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啊，比汽车比亚迪还是更光荣啊！因为是这种手表的那种经典款那已经是到了某种巅峰造极的地步。它现在就针对劳力士在竞争。那我们期待它有一天能够跟 AP 跟 PP 竞争那就是到顶级的一个阶段。因为时尚是一种文化，它时尚代表的是一种潮流引领潮流。至于这个，它跨界到了做汽车的问界9，其实问界是美国公司对，然后问界 M9他会不会讲错？1000万元人民币以内，他现在在推出来的价钱是50万人民币跟60万人民币，怎么一下跳到1000万人民币？对啊，会不会有口误啊？我很纳闷难道他要开始要做宾利汽车了吗？宾利汽车才有这个价码那这个野心雄图我给他按赞，那希望他早日能够完成这是不太容易的一个挑战任正非实在太大气了他对他的女儿被羁押的时候，他竟然很轻松说：“我女儿变成世界名人。”他现在讲说，我们不是不用美国的，我一定要照顾美国的老伙伴。对，被打压成这样，还把美国人当伙伴这个真是很大气，很了不起。好，那我们要请教赖老师了因为在现场只有他有华为手机嘛这个太过分了。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对于华为啦，大家各方的感受不太一样。那这里头呢，大家比较惊讶的是，其实他现在真的是已经跳脱了他原本既有的领域，那他又往了另一个领域去走。那当然啦，大家想知道是他的硬实力到底是怎么样？我觉得华为没有问题。例如说他能够把这个麒麟晶片用在这么多的产品上面，这代表这个晶片很成熟了。一般估计应该是7奈米那它到底怎么样用叠加的方法，那能够做到5奈米的这样的一个功能，我觉得它也不会跟世界公布的。美国人一直想要破解，到目前为止破解不了。但是这个晶片确实很成熟，因为你要把它应用到这么的广，到它的所有的各类的产品都是用这个晶片，这代表第一个它的良率很高，第二个它已经进入量产阶段，第三个稳定度很好，第四个它的运算各方面的功能很强大，所以它运用在各方面。我觉得这一次华为的这个发表会，它从开始雷蒙多到中国来访问，借着雷蒙多在那个时候的放言的恐吓威胁华为。然后他就在雷蒙多在中国的时候，那么就卖出第一支手机，引起全世界的关注。每一个人都说他直接打雷蒙多的脸。那因此我们可以做一个打油诗因为这次是找刘德华代言嘛，所以有人就说刘德华为在，因为刘德华
留得华为在，气死美国佬啊，就这样的一个打油诗。好，那其实你看从一个产品从推出到今天，各位在新闻媒体上、网络热搜能够烧的这么长的时间，它的宣传实在是史无前例的成功。然后在这一次的新闻发表会发布会中，你看100多家媒体免费的帮他做宣传，然后到今天为止，全世界包括欧美的媒体都在报道他，然后流量这么高，瞬间这么短的时间内有上亿人的这样的一个观看的次数，坦白说，这个是史无前例，太成功了。而对于刘德华本人来讲，对华为来说都相得益彰。我觉得各方面都上来了。刚刚谈到了手表这个问题，是各位想一想，这个手表我估计在国际上一定会畅销。为什么？因为价格2万多人民币，其实是很多人可以接受的。在郑元兄眼中来讲，这不算什么钱。很贵。在玉芳兄来说的话，这根本更不是钱啊！但是问题就在于黄金了，不是钱。我为什么会3位的这个老师的财力真的是我为什么会这么说？赖老师借我们一点呢？借我们。不是我没办法，因为我的手融资一下。我要强调的地方是在哪里？为什么我会估计它会畅销？是它的强度4倍多现有的，然后呢，它的硬度比一般的手表还多2倍多，更硬啊。然后重点是在于它更轻。轻了17%，还有就是它在水底下100公尺内以中间都防漏，还有它可以北斗卫星定位。换言之，也就是说，而且是双向的，也就是如果你喜欢划船、爬山等等，你就不怕安全的问题，因为随时可以找到你。这个功能绝对很多登山爱好运动的，他一定会去买。感觉我可能不久之后就看到手上有一个了。不是我了。来，不过呢，要请教是玉芳老师哈，原因是因为什么？原因是因为其实在这一次华为的发表会，其实我们就讲了很多的外媒，他们其实想知道的就是到底你们家的实力是什么，那就会有人会质疑他说，你到底有没有量产的能力呀？或者是呢，你这个晶片到底是怎么样啦？有不讲，或者是讲的很保守，有人说是怕被报复，有人说是没有时间。那请教您怎么看？我先讲，我觉得它量产我是认为是有一点问题。你看这次发表会，他讲了什么字？他对华为只讲了几个字：加班加点、紧急生产。因为他用叠加的方式，刚刚赖老师讲了，他叠加方式，这种方式不是目前其他的手机他们生产的方式。这个是他是不得已的，因为美国就是用了他的霸权，让荷兰不卖给他光刻机嘛，对，所以他只好用这种方式，这是不得已的，这并不是说他有一个新的什么发明一个捷径，不是，他是不得已的，所以这个量产上面良率一般说也会有问题，但我的感觉是这样，即使这个方法不见得是最好的方法，但是你做久了，你会抓出诀窍。所以我觉得良率是可以改善的，但是呢，量产的速度可不可以增加，这个我就不知道。不过我就讲他，因为他这次讲了几句话，加班加点、紧急生产，就表示他目前的量是不够的。所以你不是你上市就可以马上买得到的。我整个来讲，其实我是要赞美华为了。我觉得中国大陆在现在美国连结西方的国家去打压它的同时你用战狼的方式回应，你刚好中了人家圈套。我觉得华为这个任正非很多人念任正非记得错了，要念任正非，是2声才对的。他是用低调的方式，你看他真的是用尽了智慧，你知道。他这个 Raimondo 还在美国，商务部长还在大陆的时候，他开始卖。对，这就有一点点不太黏。我要给你颜色，但是我不要激怒你，我要让你有所感觉，但我不要去真的得罪你。他没有开发表会，他就开始卖了。所以那个意思已经到了。到了这次发表会，他也不多讲，他也不多讲华为的事情。这个就是说艺术，他这个就是个政治的艺术啦。任正非他可以像很多人替华为吹牛讲一大堆话，他没有，因为他知道我吹牛吹大了，我越讲的越多，即使是事实，你刚好是得罪对方，你刚好让对方找个理由对你施加报复，增加对你的打压。所以我认为这个其实大陆不仅是做生意你要去学，在目前当前的政治环境底下，国际政治环境之下，尤其他们的外交部门跟军方
要去学学任正非，人家是怎么那么辛苦的努力挣扎的向前走。哦，这个真的是我真的是认为这个人实在是太厉害了，政治的艺术完全掌握。讲话的艺术之外呢，其实也真的他们很会做行销，很会呢创造话题、创造议题，所以让华为呢从先前到现在，确实啊，那个新闻标题你会一直在媒体上面能够看到。不过呢，在媒体上面看到最多的，特别是在国际媒体上面，大家讨论最多的是什么？是这个真的是一个大乌龙。好，加拿大的国会，在加拿大国会呢，前几天迎来一位宾客泽伦斯基。泽伦斯基来了，那大家要说大家呢是一起来援乌抗俄，对吧？好，结果呢，他们就邀请了这一位老兵。好，这位老兵叫洪卡先生，80几岁了，来到现场呢，大家帮他拍手哦，说你曾经是抗俄英雄。结果不得了了，现在发现他以前是SS 武装亲卫队的老兵。SS 武装亲卫队是什么意思？对，他们曾经对苏联作战，但是问题是什么？他们呢其实是纳粹系统下的，所以让犹太人怒了。现在呢，国会马上就讲说，不好意思，我真的没有知道说他以前曾经参加过这样的一个组织，曾经呢杀害波兰还有犹太平民，真的很抱歉，我扛下所有的责任，我来道歉。好，同时呢，其实现在纳粹等等的议题也在国际上见到了版面，是德国现在在查的是美国的新纳粹分支，叫做铁锤皮。好，现在在德国这边呢，说他们10个邦一起突袭，找他们的成员。同时呢，现在说在美国的宾州公园，竟然突然出现了一个纳粹的纪念碑，也让当地的犹太团体群起的反弹。一连串看下来，大家都讲了，哇，难道现在美加其实是最挺犹太的最挺犹太的国家变成了最挺纳粹的国家吗？其实呢，到现在在战场上头，让大家呢突然之间吓到的是什么？是俄罗斯他们的讲法，他们说呢，他们开枪，然后呢打毁了一个豹2坦克，结果呢这个舱盖一打开来，里面的人是在讲德语，叫他不要开枪。然后呢，他的讲法是说，其实呢他是德国的士兵，是德军。德军真的直接参战了吗？问号。好，原因是因为要是真的直接参战的话，北约他们加入了这个战场，不一样咯。那所以表示之后俄罗斯可以直接跟北约杠上，可以直接炮打北约了吗？到目前为止，泽伦斯基呢，其实他的态度也很多人在关注，因为现在他跟他的邻国波兰之间，因为农产啊、加税啊，或者是能不能卖等等的问题，现在有些举措之外，现在呢，波兰说了武器不给这个乌克兰这边，也造成了双方呢在军事战场上面有了一些问题。所以呢，泽伦斯基到波兰颁奖的时候呢，就有人讲，甚至呢是没有官员来到现场。那到底这样子的一个情势发展下去，会不会影响到俄乌战的后续？因为再打也就剩这几10天了。好，其实呢，在目前为止，拜登呢也让大家觉得说，你再撑下去的话，也就是这几个日子了。明年要选举，现在被发现了，他的支持度呢是输给川普了10%，落后的关键现在曝光了。他讲的是什么？讲的是说呢，其实现在拜登到底行或不行？开始呢，他们请网军出来用台湾网络用语叫做洗地，然后跟他讲说呢，这个 Joe Biden 啊不是问题 ，Joe Biden 现在啊是 cool Joe， 什么意思 ？Joe cool 就是说呢，他其实是很酷的，他其实呢是很酷炫，和年轻人呢应该要认为他有这样的一个领导力的，只是呢，到目前为止，大家对于拜登他整体的健康状况，其实通通是打上一个问号。而对美国打上问号的，则是很多网络上面看到的佛州这个第1条高铁，说是高铁，但是呢，它其实时速只有200公里。大家就要问了，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它其实呢就比你开车顶多啦，就是少了30分钟而已。票价呢，基本上还要比中国高铁贵5倍，这样真的是厉害的吗？而同时呢，其实现在在美中之间的较量，在南海这边，美国记者直击到中非之间的角力，原因是因为他们看到了中国在地的军事设施，还有呢大陆的船舰，甚至直接会对菲国的船舰鸣笛，然后照射出强光，让他们欢迎到中国等等的这些用语。南海这边的
持续紧张气氛不断，因为呢，北京这边呢，这个香港01就有报道了，说呢，菲律宾的公务船甚至还企图在冲撞黄岩岛这一边的这个西湖这里的相关的船只，所以呢，让中国海警介入，要将他们给驱离。可是双方的讲法是不一样，菲律宾说他们是动用了浮动的屏障，好侦起事件。可能后续还会有所发展。至于越南，现在呢要开始借助西方来开发稀土。稀土现在中国不是开始希望能够进部分稀土管制出口吗？有可能会影响到中方这边的实力吗？回过头请教政院委员怎么样来看？好，这真的是有点尴尬。你前一秒才帮人家拍手，后一秒说对不起，我搞错了。所谓 SS 武装亲卫队，这是什么一个组织？这个就是德国纳粹党的党卫军简单讲就是党卫军。党卫军不是真正的军队，党卫军是专门在镇压老百姓的军队。换句话说，屠杀犹太人大概就是这些团体在干的事情。然后，并不是真的战场上的军队。今天把它称作它是对抗苏联的英雄，我不觉得加拿大你们这些人是不是脑筋坏掉了？今天为什么在俄乌战争这个普丁在俄罗斯内部有高达80%的支持度？因为普丁指控乌克兰是纳粹这个政权。为什么会被称为纳粹政权？因为他们的确有很多的纳粹组织，包括现在乌克兰的警察总长本身就是出身纳粹组织。纳粹组织，因为当时我们也同情当时乌克兰西部的人，他们为了要推翻波兰的统治，所以很多人都参加了纳粹德国，以为纳粹德国会帮他们解放，结果最后纳粹德国逼他们去打苏联，结果最后乌西也没办法独立。那最后让乌克兰能够独立也是谁？是共产党的内领乌克兰才变成一个国家。那今天搞成这样的局面的话，你们泽连斯基还要靠后面的这些乌克兰的纳粹势力支撑，就给了俄罗斯有了口实继续打击你们。那现在加拿大的人知识范围怎么那么狭窄难道你们不晓得 SS 是什么意思吗？这个电影那么多，电影可以说少说有上千部都在描述党卫军的恶行了。你们不晓得，你们自己有一个乌克兰人成为加拿大公民之后，那你还奖励他，因为他打俄罗斯，打个派气所以道歉有什么意义呢？道歉只证实说，美国还在加拿大为了要攻击俄罗斯，不惜着引用纳粹的概念跟势力来作为掩护他们俄乌战争中的另外一面那这样一来，这场战争就没完没了，因为打击任何纳粹组织，在现在国际法上、国际道德上是有它的正当性的所以这个我觉得俄美在宣传说他们怎么去这个攻击这些西方提供的这战坦克车因为当时德军就是被苏联军队打了以后，从那个坦克是掀盖的，不要开枪，呼应了乌克兰当时的国防部长说，莫斯科有多远？因为莫斯科有多远，就是当时的纳粹德国军队要进攻俄罗斯时候所留下来的。拜登民调输给川普很正常因为川普为什么输掉选举，就是因为新冠疫情。那拜登为什么会输掉选举，就是因为俄乌战争。所以两个人各取所需吧。有关于佛罗里达州这个叫高铁嘛，它从迈阿密一直到奥兰多，奥兰多在北部，迈阿密在南部，这一条大概只有230几英里的一个路上只能开200公里时速，200公里时速大概这个赖教授开的车就可以到200公里。我哪那么快？我们等等广告回来继续来讲，到底呢这个车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让大家有这么高的讨论度？等等回来继续说。好，欢迎回来。我们刚刚讲到，其实现在呢，除了俄乌战场上面有变化之外，也有可能会影响到拜登的连任，因为现在看到他支持度输给川普10%了。拜登这一次的民调这个大麻烦了因为落后川普10%里面第一个排名最高的还是经济的因素，不满的因素比这个川普执政的4年的时候的不满因素还要高很多，也就是说，对于拜登的不满因素高于对于川普在执政时代。然后有2项是最不满，第一项就是物价高涨
是91%左右的人非常不满。第二个就是油价高涨，美国本身是一个石油天然气生产的一个国家，结果呢，它的油价居高不下，老百姓很不满，物价高涨也很不满。物价高涨当然跟中国大陆的这个301法案是有关系，所以戴奇一直卡着，卡到现在已经卡快3年了，就是不放手，任期都快满了啊，所以我觉得我们看到拜登在经济问题，另外一个部分里面就是移民的问题，是移民的问题啊，这一次爆出有40万的非法移民，也就是说远远超过川普时代。引起美国选民的非常的不满，因为德州已经告急了，德州说我容纳不下了，对，我必须把它移出去啊，所以这个移民问题也让这个美国人认为你跟拜登根本就是无能，你只会批评川普筑高墙，你上来了以后高墙没拆，结果呢你的移民却比这个川普的时代更严重。另外一个就是你刚刚讲到了这个有关于乌克兰战争的问题，因为乌克兰战争，现在美国的选民在上一次的民调啊。那个认为拜登做的太过了，只有3成多，结果现在涨到4成多，这个等于是越来越多的已经是民主党的人都开始动摇了，都认为拜登你对于乌克兰给的太多了，都开始怀疑啊。我觉得最后一个部分要讲的就是美国的高铁，美国高铁它的标准是采用低标了，一般来讲大陆的高铁的标准定义，你看大陆的联考啊，他们的定义是250到350。对，叫高铁。我们台湾的高铁都还是比较高都在300上下这样子。是啊。然后日本的高铁都是在275到85到350左右。结果美国的高铁定义是200。各位，刚刚这个蔡委员说200多英里其实是370多公里啊，结果他要跑3个小时。台北到高雄不到啊，不是，问题就在于它是时速是200公里，结果300多公里要跑3个小时，各位观众朋友，您有没有觉得很奇怪呀？比开车才节省30分钟，您有没有觉得很怪？好，重点是呢，它其实在地人很多人在讨论的是票价，票价也没有比较便宜，所以我们就觉得这个到底有没有吸引力？回过头来，其实呢，这当中全部显示的都是美国国力的问题，拜登是不是会对它变成一个连任危机？信心很重要。我们先进广告，等等回来，我们要请林老师帮我们总结。节目的最后，我们要请玉芳老师为我们总结。战争呢，就是一个歪歪曲曲的这样一个隧道，你真的不知道你会走到哪里去。你像波兰，就是在这次乌克兰战争里面，支持乌克兰最多、最坚强的，其实是波兰。可现在问题来了，他现在关系闹得不好，最主要是因为波兰要选举了，好，马上要选举了，他的农民的票变得很重要，农业地区。那他们现在农业的就是收入就是不好，为什么？因为乌克兰的谷物大量进入波兰，也进入了匈牙利，也进入了斯洛伐克，还有其他国家。但这3个国家觉得他们受伤很重，因为这谷物涌进来以后，他们的自己生产的谷物就下跌了嘛，对，所以他们就禁运，不准乌克兰的谷物进入他们的国家里面去。那其实乌克兰的意思，他说我进来你们这边，最终我是要卖到欧洲国家、西欧那边去的。但是很多东西就在那个当地就被消化掉了嘛，那就冲击了他们农民的收入嘛。所以波兰最后每一个国家都这样啦，都是要看自己的国家的利益啦，或者讲难听点，执政党的利益啦。天下乌鸦是一样黑的啦，执政党都要捍卫自己的利益，就把国家利益卷在一起。所以他现在就是跟这个乌克兰讲，这个华沙。先带你来看到的是昨天呢，这个赖清德他来到了台中东海大学这边跟学生对谈，结果我们就发现了一堆的标题都是什么学生提问非常犀利，包括问到什么，问到说这个确实跟他们是切身相关，他们就问了，今年呢开始这个1年兵役已经4个月变1年了，还会不会再延？结果赖清德是怎么讲的？他说我以前当兵是当2年的，他一般呢要是陆军的话，海军陆战队。我那个年代是当3年的，不对，你这样讲完之后，学生还是不知道你当
总统，你要是真的被选上总统，到底兵役会不会延期？你有没有直接回答人家问题？人家问题很明确啊。那包括的学生也问他了，台海会不会发生战争？他先叫学生分享一下，你觉得会不会？结果学生呢跟他讲说，应该是不会。他才在讲的，如果真的有战争，也不会是台湾，还是持续在抗中保台吗？我们先听听他的原话。台海会不会有发生战争？这样，我们有没有办法可以有足够的军备来保护自己？你要不要分享你的观察会不会有战争？他现在的政策是4个月延长到1年，还有就是3+1的这种政策。那比较想要知道之后可能还会出现什么的政策推动？我们把兵役回复到1年。我当兵是当2年好，争吵呢，其实还不只是这些两岸之间的议题，还有这个蛋的问题，这个贪的问题，大家就发现了，好像你都没有把真正的答案给说出口，还是你当中心里头到底有没有答案？其实呢，要告诉我们的副总统，基本上我们的外交部长是有答案的。来看到吴钊燮，吴钊燮呢现在告诉大家，其实共军目前并没有为侵台来做准备，这是他接受法国电视第5台的专访的时候讲到，外界一直在预测，还有很多的什么2027啦、2031、35啦，不同的年限，告诉我们两岸即将开战。他的观察是，目前人家并没有为侵台做准备。可是当吴钊燮讲出这句话的时候，我们就想问，外交部长的讲法跟国防部长的讲法跟国安局长的讲法，大家都不太一样啊。我们到底要信谁的？还是现在已经是您来身兼多职拉主 key 呢？好，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你看看我们国防部长邱国正是说，当你认为不可能开战的时候，就危险了。当我们的国安局长蔡明彦之前是怎么告诉我们的？是未来国安威胁有增无减，还有美国 Austin 是说什么？严重怀疑有没有可能会入侵台湾。CIA 局长呢则说2027已经做好准备。那到底讲到目前为止，我们该相信谁的？是谁在吓唬谁？谁在恐吓谁？好，到目前为止呢，基本上整个两岸的议题，好像在我们现在的政府给我们的答案，通通不一样。百姓很不知道要怎么走啊，又一直告诉我们，今年这场选举至关重要，因为会影响到两岸未来的走势。到目前，到底在野党会是一个怎么样的状态？大家也不太清楚。好，原因是因为现在呢又讲了蓝白合可能有戏唱了，但是呢到蓝白合要谈有戏唱之前，到底谁正谁副，谁愿意当副？因为呢侯友宜先前金溥聪不讲了吗？不可能去当副的，最坏也是要挺着胸膛躺下去啊。结果呢现在告诉我们什么？朱立伦准备要接管兵符之后，好像金溥聪对于蓝白合也开始态度软化咯。不过金的底线还是不能当副手。那我们就问，那不然柯文哲他是有可能当副手吗？他不是说他要选一定是选总统，那要怎么和？另一个是什么？是两边真的有和的机会吗？好，原因是因为呢现在传出赵少康已经密会了韩国瑜。好呢，他最新的消息是讲说呢，他其实也已经跟韩国瑜、韩冰啊等等的人都见面了，他们确实现在有一些的共识，希望能够让在野的非绿的共推一组人马出来抵抗赖清德。目前呢，韩办这边呢，则是没有一些明确的回应，只说了10月中，有可能就是一个蓝白整合的契机，只是蓝白合谁当副手。好，目前呢，看起来在台湾民意基金会的部分，侯跟柯加起来，不管是侯柯还是柯侯，好像基本上都是有胜算的，但是一定得要加起来才有胜算。如果呢大家没有办法一起变成了一个组合去对抗所谓的绿营的话，非绿不能整合，那就什么戏都没戏唱了。回过头要请教郑源委员，怎么样来看？好，原因是因为在这样的一个情境之下，赖清德到底有没有把话说清楚？如果说呢你现在民调都是第1名，那你能不能告诉我，你当总统之后兵役会不会再演？学生问题很明确，但是我们副总统的回应很模糊。他怎么敢把话讲得很清楚？他讲的话很清楚，就以乌克兰为例的话，现在乌克兰的新兵只要训练没有满1年的上战场，对不起，2个礼拜阵亡；如果2年以内的4个礼拜阵亡，就是告诉
乌克兰的实况就是未来台湾更加严重的实况。为什么？因为解放军的军力远胜于俄罗斯的军队啊，而且我们的军力又不如乌克兰，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一个训练的实况。那这个赖清德不敢讲实话，那不敢讲实话，他都告诉我，哎呀，我当总统啊，你们每一个人要当2年兵到3年兵，看他人情票都跑光了嘛。可是他不敢讲实话，整天说谎话。他这个当总统是在当什么总统？我不晓得。难道靠谎话就可以把总统当好？然后他要学生回答，学生回答说：“哎呀，大陆问题很多啊，所以不会啊，这个进攻台湾。请问一下，俄罗斯问题不多吗？照打。请问一下，美国内部问题不多吗？美国哪一次战争的时候，国内问题不是一大堆？国内问题是国内问题，跟会发动战争是两码子事，先弄清楚再说，不要用来骗老百姓。好，那外交部长说：哎呀。”大陆解放军没有对台湾做战争的准备，然后，国防部长说，你认为不可能开战很危险，他讲说无招泄很危险，好，然后国安局长好像是你的学生嘛，他又说未来的国安威胁有增无减，逆袭的攻下面，怎么一个民进党政府3种喇叭，我觉得不一样，那加上美国更搞笑了，这个奥斯汀讲说，哎呀，他严重怀疑中国即将入侵台湾 ，CIA 讲说，他2027年就会入侵台湾。连美国人都莫衷一是，最难麻烦就是说，没有人知道中国的实力跟整个规划的方向，这才真的最危险的第2步了。那我们如何避免危险呢？就2024一定要换党执政，不换党执政我们就很危险，因为你看赖清德那个样子，他当下去台湾不只会像被鸡蛋蹂躏，还会怎么样？面对战争的风险。那可是我也不晓得，国民党现在在做这个蓝白合的决策。金溥聪是什么角色？是国民党党主席，还是荣誉党主席，还是国民党的副主席？他不过就是侯友宜的竞选总干事而已啊！一个竞选总干事，那侯友宜都听他的，是这样子吗？我跟他坦白讲一句哈，所有的蓝军或者中间选民不在意你们谁选总统，只在意能不能下架赖清德，能不能打败赖清德，是大家所考。你侯柯配也可以，柯侯配也可以，但是。决定的标准，大家能够信服只有一个。如果你侯的民调赢过柯，当然是侯柯配嘛；柯的民调赢过侯，当然柯侯配嘛。那不要告诉我说，最坏也是挺着胸膛倒下去。你们挺着胸膛倒下去，我们不想让这个国家挺着胸膛倒下去，这是我们的想法。那赵少康很辛苦，找韩国瑜的，看能不能共推一组人马。其实只要谁正谁负，瞧好其他都好排了嘛，不是问题嘛。这个时候已经紧急到什么？紧急到了不是说你们主观意愿要凌驾客观因素的，蓝白不合，垃圾时间回家睡觉，没有人要帮你胡选了，你打不赢嘛。我们只要顾好立委就已经很不错了。好，那对于说这个侯这个不能当副的，那这样一来有失国民党的党格。那如果这个逻辑成立的话，民众党不是一样吗？这个柯文哲不能当副的，那有失民众党党格，很公平，就算谁的民调赢嘛。而且我建议民调以谁做准啊？就以 TVBS 民调做准。国民党也不用去找那些貌似民调公司做一些莫名其妙的民调。好像侯的赢过柯，台湾民意基金会是柯赢侯啊 ，TVBS 也是柯赢侯啊。那如果不能改变这个局势，好不好？我们就定个10月25号光复节吧，那一天为准嘛。如果你不能改变形势的话，那很简单嘛。就以那一天的民调为准，找 TVBS 最公正，我最相信 TVBS 的民调，其他人不要跟我讲说阿萨布鲁的民调了。以这个为准。那如果是柯赢侯，国民党彼此摸一摸，我们谈判就是行政院长、部委首长、政党联合政府怎么组成比较实际嘛？这个是选票的最终。我翻过好多民调，我也发现都说最容易胜选的组合是什么？第一个组合是什么？是柯侯配，第二个组合是侯柯配，第三个组合是慢慢下来的。那现在的就是不要去破坏，到时候变成柯，如果去找郭去合作的话，你侯不是更惨？但是现在其实我们赵先生他们已经什么？他说他9月13号是跟郝龙斌、是跟韩国瑜还有韩冰一起聚餐啦，反正就是一定要和啦，才有办法下架民进党啦。可是他现在又说他主张这是赵少康的主张，应该要让韩国瑜名列国民党不分区立委第1名，说至少可以再拿100万票激励士气。你看。不是这个立委韩国瑜如果能够当这个第1名，而且能够当立法院长我乐观其成。可是这跟总统选举还是无关还是不能解决，不可能因为说我立委这个不分区选票多拿100万或50万票
我就能够怎么样？我就能够总统就能够赢啊！现在政权的输赢是在总统，不在立法院长。我还基本上还认为这一局最重要是执政权的问题。你看嘛，立法院如果国会火车，到时候万一你立法院又不过半怎么办？韩国也当不了立法院院长、副院长啊！所以我是觉得这个问题有点的复杂所以就拜托这些大人们不要只想自己，想想苍生。想想老百姓，想想不要让年轻人去当2人兵。现在乌克兰惨到什么程度？年轻人死的死，伤的伤，最后很多年轻的女孩子们还要在欧洲大登广告、求婚广告。请问你，我们需要把台湾搞到这种地步吗？需要这样子吗？来请教一下玉芳委员原因是因为现在其实当然在野的大家都是希望说知道了很清楚了，就是一定要合起来才有可能下架民进党。但是呢，在目前为止有没有合的可能？毕竟现在国民党说不可能合做负的啦但问题是这个民调怎么看？好像柯都是还是赢在前面，那这样要怎么瞧？现在只能说他们2个人民调是非常接近的，像麻花一样卷在一起了。不同的民调有不同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去显示，那他们俩现在是非常非常的接近，只能这样说。那所以呢，我觉得先不急嘛，就大家再努力1个月嘛，他们2个人再去冲刺1个月嘛，那当然国民党的底气是不是比较强嘛？因为国民党毕竟有14个县市长，还有这么多的现任的立委，因为民众党现在很多的选区都没有办法提出人出来选这个所谓的区域立委，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说。你越往后去，看起来是国民党的立委跟总统的选举会互相这个支持，所以那个往上走的机会是会比较大。但我倒是对赖清德讲的话我比较有一点兴趣。第一个，他说他当兵当2年，好像这不是我的认识你知道当时只要大专兵是1年10个月，没有人当2年，除非他高中毕业就去当兵，好像不是这样。你就是大专毕业或研究所毕业，你没有考上预官，你也跟考上预官一样，就是1年10个月。所以他为什么说他是2年？我觉得他的认知应该是有错误的啦。第二个最重要一件事是要谈，你说会不会打仗我们只能讲现在打仗的可能性比以前增加了很多。至于说会不会打，什么时候打？坦白讲，这个都不容易预测的因为国际政治人都晓得，有2件事是很难预测的。一个就是说，什么时候要打仗；第二个，用什么方式打仗；而最难是以什么方式结束。这是3个一个比一个难的问题。所以有任何人告诉我说什么时候会打仗，我都认为他就是印度神童是骗人的啦，这不可能的事情。你美国自己本身那些国会议员不说，你光是那个什么中央情报局的啦，或是参谋首长联席会议的主席这些人，他们对预测什么时候会打仗都不是很准，有时候2024、2025、2027都有所以这个我觉得不是很重要。最重要的就是说，打仗的可能性真的增加了很多这就是一个危险。那你要怎么想办法去减少这个战争的可能性？我认为才是最重要的。现在民进党的做法就是加紧拉拢美国跟日本，我不反对打架也要朋友要多嘛第二个呢，就是加速采购武器，只要美方要求就买那这个的是不是就是说你所有的念头就要用准备打架的方式、打仗的方式来避免战争？这当然也是一种方法，叫嚇阻嘛是。可是呢，其实还有一个方法，就是政治的手段就是说你有没有同时用一样多的力气去想办法说让战争减少战争爆发的可能性？所以等下《孙子兵法》的谋攻篇里面讲嘛，百战百胜，不是善之善者也嘛。不战而屈人之兵才是善之善者嘛。就说不战而屈人兵，就是说让对方想打仗，但是最后决定还是不打，这个才是最高的。所以最高的战略指导应该是如何让对方即使对你有不愉快，但是战争还是没有爆发，这个才最好。就这方面，我倒觉得民进党是做的不够。譬如说开放大陆到台湾来观光，这你可以做嘛。然后譬如说鼓励学术界跟大陆之间来往，增加民间的交流，
都会降低双方的敌意。如果民进党不仅没有鼓励，是他的很多做法是打压，要减少这种互动。如果这个就会增加对方对我们之间的误解，跟这样的一个疑虑。是，但是我们也想问赖老师，好，原因是因为现在是外交部长来告诉我们说，对方目前没有为侵台做准备，跟我们的国防部长、跟我们的国安局长讲话完全都不一样。那到底我们现在要相信谁？谁都不相信，因为民进党的这些官讲话都是为政治服务，一下子说要打，一下子说不要打，然后一下子，然后又说很危险，一下又说不危险，那完全是为政治服务，而不是依据专业判断，也不是依据情报来判断。我觉得这是很糟糕、很危险的事情。战争是如何的严肃啊？结果这些官都在轻率的来做这件事，美国也就罢了，因为不关他的事嘛。坦白说，你说美国会不会介入台海的战争？我们一般都认为是不可能的事情。那美国人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可是两岸之间如果爆发冲突，那是我们的事。对，我们的事我们要很严肃，要很认真。那我们要很严肃也很认真，我们就要大量的依靠我们的情报的收集、研判，然后以及政治情势的各方面的研判，然后来去判断说会打还是不会打。如果会打，大概什么时候会打？然后什么样的打法是最有可能？什么样的情况引爆打仗的机会最可能？你应该是要这样思考嘛，但是没有，每个人都在一张嘴在那边乱吹，一下子说会打，一下子说不会打，一下子怎么样？我觉得这个都有失于专业跟公允哦。另外一个部分里面，我觉得赖清德的跟东海大学学生的讲话，我有意见。这位同学他问的是说，以前是4个月的兵，你现在政策把它改为1年，对，你会不会再改？他不回答，对不对？是。他说我那个时候是当2年兵，还有人当3年兵，也就是海军陆战队。其实空军、海军他们也是当3年兵。你的言下之意是不是你要把兵役很有可能会再改为2年或者3年？是不是这个意思？因为人家在问你会不会再改，你不回答说会还是不会，你却回答的是你当2年兵，以前还有人当3年兵，那你的潜台词就是不排除会再延长为2年、3年哦，不然的话你现在就站出来澄清嘛。你不然你当时为什么不回答这些学生？另外有一个我高度怀疑，我不太理解为什么学生问赖清德两岸会不会打仗，对，赖清德不回答，反问这个学生，你认为会不会？这个学生说不会打。这个学生如果认为不会打仗，为什么还要问？学生认为两岸之间不会打仗，他为什么要问赖清德两岸会不会打仗？这点我就百思不得其解了。可能要请赖清德跟这位学生来给我们回答一下，为什么你认为不会打仗，你还问赖清德会打仗，会不会打仗？然后赖清德，你到底会不会打仗？你就直接回答学生，你为什么在反问？那你们2个之间的关系，给大家厘清一下啊。我觉得，蓝白的问题啊，我在这个部分，我跟郑元兄常常有争执，不过在这一点上，我们倒是想在一块。是。我觉得民调排第2的来决定吧，而不是而且政党不要拖大啊。好，到底这个时间点会在什么时候？很多人说的是10月，10月其实也就要到了，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有答案呢？啊，大家真的是很期待。好。